Hello， 大家好，现在呢已经到了2020年，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所有的事情如果有想要做的、想要规划的，或者是去年呢有些计划还没有达成呢，可以就是调整心里面的目标，然后继续前进，就祝福大家很开心啦。那今天看到画面上呢，好像有点脏脏的。那今天要测的题目呢，其实是有一天呢，你一早要出门的时候，突然你觉得空气很脏、很浊，好像有工厂排放了废气，所以看起来又有一点颜色，又有一点灰灰的。现在呢，就是凭你的感觉，如果你看到这画面上的一团的脏空气，你的眼睛、你的视线会想要注视在哪一个部分？现在呢，就凭你的直觉去选。去感觉你想要选、想要看的那个区块。如果你已经选好的话呢，我们就直接从1这个区块开始来解释。今天测的题目是2020的上半年的桃花藏在哪里？如果不管你现在是已经有男女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家庭，然后或者是你单身，其实都可以测。就是其实桃花也就是你的人缘的意思。如果你选在1的话，代表上半年你的桃花呢是藏在你在移动，或者是你有事情要出门，人在外地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你遇见的这个人，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感性，然后比较会说话，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很可以去了解你想要听的是什么，然后你跟他聊天都会觉得好像很久以前你们就认识了，或者是很有话可以聊。比如说你的兴趣是什么，他刚好也有去做这件事，可能喜欢到处去旅游，或者是你喜欢运动，他也很喜欢，所以你们就可以一直有话题去聊天。所以基本上你2020上半年的桃花呢，是藏在你在出门出外，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啊，或者是刚好你有事情要外出，人在外地的时候，就特别的桃花非常的旺盛。只是要提醒你的地方是，你遇到的桃花呢，它可能同时也会有其他的好朋友，或者是有在暧昧的对象。那因为他非常的会讲话，所以你可能会忽略，或者是被他导向到他不想要说的那一部分，他不会去说出来。所以建议就是，当你遇到桃花的时候，可以多观察，然后多了解他真实的想法，或者是多深入的跟他讨论一些比较观念方面，或者是价值观，然后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有没有真的是比较合适或契合的。有时候他可能是在附和你，或者是观察你喜欢听什么，所以他就会讲你想要听的给你听。接下来如果你选到的是第2个区块的话，代表2020的上半年呢，你的桃花会藏在当你遇到危险，或者是你有一点觉得疲惫，或者是遇到事情，不管是可能跟朋友吵架，或者是跟家人有一些意见不合，然后或者是最近刚好一堆事情同时都发生，你觉得很烦很乱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人在关心你，然后有人会注意到你最近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那个关心你的人呢，很可能就是你上半年的桃花其中一个。那其实如果你想要脱单，或者是你现在有男女朋友，你们想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关系，或者是你想要脱单的话，其实是机会蛮大的。所以当2020上半年你可能在生活上面有点混乱，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释放出你需要别人帮助，或者是你表达出你现在需要的资源是什么。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人觉得应该要去帮你，或者是觉得很乐意去帮助你。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么需要那么多桃花，你想要的是好的人缘，其实上半年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管是在职场上、生活当中、家庭关系里面，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去帮助你。所以只要你有困难，你就去说出来，就会有人愿意去帮助你，而且他会非常乐意，不会觉得这个是造成他的麻烦。接下来有人选到的是第3个区块的话，代表上半年里的桃花呢，如果你想要开始一段关系，或者是延续目前的感情的话，其实是会让你很痛苦的。你会觉得你做的事情、付出的关心，甚至是钱财，还有心力跟精神，不管是哪一个部分，都让你觉得很痛苦、很挫折。你可能会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比如说你常常在关心对方，但是对方只觉得你在打扰他，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那么认真的想要跟对方保持一种关系上的维持，或者是更深入的去了解对方，但是对方看起来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去回应你对他的想法，或者是你对他的感情。所以上半年里的桃花呢，基本上它出现或不出现都会让你觉得分外的伤心，特别是当你真的可能遇见有点类似你觉得心里面是感觉是命中注定，但是那种命中注定会让你觉得比较像是痛苦的，而且非常的让你无法在短时间里面走出去。所以上半年遇见的桃花呢，重点不是它在哪里，重点是当你遇见的时候，你要有一点理智去告诉自己说，不管这段关系发展的状况如何，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你要可以去设一个停损点，告诉自己说，不管最后结果是怎样，那至少你经历过了，也算是有一个回忆，或者是它可以让你成长，去看见说自己的不一样跟对方的不一样，然后对方没有照你的预期去让这个感情继续发展，或者是它的走向是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话，你的情绪是可以承受得住的。所以不管你在2020的上半年有没有决定要踏入一段关系，甚至是可能终止掉一段关系，你在心情上面的调试就变得很重要。那这个不是说不好，而是每个人的生命跟感情都有在不一样的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课题跟你所想要去学习到的。所以在上半年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这种心情里面的挣扎跟一种痛苦。那如果你去面对它的话，你会有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如果你觉得你上半年的桃花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那也许你也就是很平淡很平常的过了上半年，这也没有好跟不好，取决于你有没有想要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或者是想要的那个结果。接下来有人选到的是第4个区块的话，代表上半年呢，你的桃花呢是藏在你的同侪，就是像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就是平常跟你一起相处，然后都要交流，甚至是你可能固定会跟某一个人有一些接触，可能是短暂的，比如说刚好只是联络一下，或者是只是出门会遇见点个头这样。这种关系就是他很容易就是从朋友，然后渐渐的因为认识知道这个人，然后升华成为有感情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上半年你的桃花会藏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大家，
那同时这个现象也会显示说，上半年你在跟同侪或者是平常相处的人在沟通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有什么障碍跟误会，因为你们都已经很有默契，可以去了解到对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要表达故意的，或者是他有另外一个含义，他可能就只是在跟你说他现在心情不好，所以他现在可能讲话比较大声。所以其实你上半年在跟旁边周遭每个人聊天沟通，甚至是有一点误会争吵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误会，然后就可以去解决掉这个状况。接下来有人选到第5个区块的话，上半年你的桃花呢是藏在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桃花它发生的时候，刚好也就是你觉得完蛋的时候。这会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在上半年你可能在处理很多生活中的杂事，然后这些杂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然后不断的出现，去考验你的耐心。那可能有一天你的耐心就是没办法去承受住这些杂事一直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决定。那不管这个决定是别人看起来好或者是不好，你就是会做下去之后呢，你就会意外的遇见你的桃花。那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别人觉得你的人生转折好像很大，但是对于你自己而言，你会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你已经预料到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只是你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快就发生。那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之后呢，你的桃花就会也跟着就出现了。它可能会是在你说出实话之后，这个人突然觉得你真的很有勇气去说出这个事实，然后他就被你吸引住了。他被你吸引住之后，就想要去多了解你，或者是当你换一个地方去居住，或者是换一个地方一个环境去想要理解那个环境现在可不可以适合你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一个不在预料之内的桃花。那对于这个关系而言，对于你自己而言，你会想要维持，或者是不想要维持，甚至觉得这个只是刚好遇见而已，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如果你觉得这个桃花出现的时间点是对于你而言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你可能就会回避掉这个桃花。可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桃花是你可以负荷的，或者是你想要去尝试看看的，你就会去开启一个新的关系，或者甚至是如果你因为换一个环境，甚至有可能是跟原本的人呈现分开的状态，那分开之后你们是保持远距离关系，或者是你想要暂时的让这段关系终止掉，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在上半年的时候，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的桃花就会意外的有出现了。接下来有人选到最后一个第6个区块的话，代表上半年你的桃花是来自于当你越来越在跟人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跟人有一些在说明或者是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你的桃花就会因为在这个场合大家都努力的表达自己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立场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挺身而出的时候，你的桃花反而会注意到你。因为当每个人都是那么认真的在说自己想要的目标，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信跟魅力跑出来。那在这种场合的时候，你反而会可以去散发出你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你在说话或者是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逻辑非常的清楚，或者是你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跟立场，所以你会去说出很多道理出来。那所以这种在表达比较自己有自信或者是理解这一面的时候，每个人的散发出来的光芒就会非常的强烈。那有时候别人看起来很像是在吵架，可是其实你们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在理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当然如果有时候讲得太激烈，变得比较情绪化，就会变成吵架，就是不合
事实真相的吵架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可以保持自己的理性，然后去阐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桃花就会看见你，他就会发现其实你的逻辑或者是你讲的事情是真的，不是在跟人吵架，而是在表达说这样做是有危险，或者是这样做是好的。这个时候呢，你的个人魅力就会被激发出来，或者是自然的散发出来，就会吸引到你周遭的人注意到你，然后你的桃花也会注意到你。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测的2020上半年的桃花藏在哪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